姐姐，来，快起来。姐姐，这几年东征西讨，也没什么时间跟姐姐相处。皮将军，近来可好？啊，姐姐还拿我打趣。姐姐这是高兴。我已经有一大块封地了，所以以后不管姐姐有何事，小冉都能为姐姐遮风挡雨了。小冉长大了，也懂事了。嘘！什么人？出来！怎么了？站住！姐姐，你是？姐姐，你是小狼？你还记得我？你真的是小狼？你都长这么大了。你干什么？姐姐，他是谁？他是小狼，是我弟弟。弟弟？姐姐，我不喜欢他。好了，来，你们都是我的好弟弟，我们找地方说说话。姐姐，以前可从来没听你说过，你还有这么个弟弟。他是小狼，是我在义渠时认养的弟弟。哦，那也就是说，他并不真的是你的弟弟。你才不是弟弟！多个弟弟有多好，小冉也多个兄弟。我当时以为可能会死在义渠。小冉，我想你，像葵姑，像荣弟。小狼的年纪比你还小，他也是孤苦无依。看到了他，我就像看到了你们似的。离开义渠时，我自身难保。小狼是和狼一起生活过的孩子，野性未驯，刚刚开始学画。义渠人不肯让我带上他。后来我也曾请求大王派人去义渠接他回秦国，义渠人又不肯把他还我。真没想到我们能够在这儿团聚。这义渠王还算是讲信用的。是义渠君。义渠王，义渠君，义渠王，你好了好了，别争了。小狼，你这么维护义渠王，看来他待你不错。是不错，瘦的皮包骨，看来是没吃过饱饭吧？你倒是肥头大耳的，真是长得肥的狼，是吃不到肉的。狼，小狼，笑死我！就你这种皮包骨的狼，我赤手空拳打你3个！来啊，来呀，来！哎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来啊！别打了，住手！别打了！你们2个，别管他们，男人的交情都是靠打出来的。义渠王，月公主，从今日起，在下已经去除王后，以后请称我义渠君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也早不是什么楚国公主，而是秦王的王妃。你该叫我八字。我偏喜欢叫你公主。就你这脾气，我真没想到
你也会对谁俯首称臣。此一时彼一时，更何况做你的臣子，我心甘情愿。义渠君拿我说笑了。昨日见到你，我才知道，当初为了那点粮食放你回去，我真是够蠢的。听说义渠君娶了东陆公主，恭喜了。你别假惺惺的好吧？你知道我想娶的女人是谁？小狼身手不错，看来义渠君的确很照顾他。我要对你说声谢谢。我也没白照顾他。这些年，小狼替我打了不少胜仗，他是个勇士，是个有用之才。可他看上去这么瘦弱。哎，你别看他瘦弱，他吃的比谁都多，打起仗来比谁都狠。他就是怎么吃都吃不胖。我问过老吴原因，老吴反问我：“狼就是狼，你见过肥胖的狼吗？”老吴风趣得很。也许当初是在狼群里生活过的原因吧，我看他这辈子都胖不起来。但是啊，你别看他瘦弱，他的力气可比谁都大，多少个大汉都打不过他。哎，你看，好了，别打了，自家人使使身手就罢了。小冉，听姐姐话。没听见公主说的话吧？回来。小冉，当初亏得没让你跟公主回咸阳，要不然以你这狼脾气，不知道要惹出多少祸来。既然我们姐弟三人受义渠君之恩惠，有幸团聚，那义渠君能否好人做到底，将小狼还我？公主啊，你知道我的为人，我从不做好人。小狼大了，腿在他身上，你留不住他。是吗？哼，小子，你不会真的是这么想的吧？狼就是狼，怎么养也养不熟。行，算是个人情吧。以后你想起来，还能念我个好。小狼，可以和姐姐哥哥回家了。谁是哥哥？他打不过我，再来啊！小冉比你大，该是你哥哥。他从小没叫过任何人哥哥，他得慢慢学。真是只狼。小冉，你是哥哥，要有度量。哎，姐姐，也给他起个名字吧，别小狼小狼的叫着。倘若将来有一日，他跟我在军中立了军功，也得有名有姓，有个出处。小冉说的有道理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初在狼群里找到他的时候，他身上挂了个铜牌，上面铸了一个“白”字，莫不是他的姓氏？白，姓白。对了，你姓里的确有一分支姓白。小狼，你真是注定要做我弟弟。姐姐说姓白好，就是好。白，叫白起，怎么样？我有名字了，我叫白起了，我叫白起了。这次收服了义渠人，你立了大功，要寡人怎么赏你？那就让老伯背一背芈月。小丫头，讨赏讨得无法无天。老伯不肯赏就算了。
那义渠君看你的神情有点古怪啊。如何古怪？像狼捡到了肉。即使是狼，他也要忌讳大王手中的利剑。你找到你那义渠的弟弟了吗？是，臣妾还给他取了个名字，叫白起。好，那你打算怎么安置他？臣妾想让他跟着魏冉从军。好，血性男儿，罪我沙场。寡人喜见你的弟弟们都成为大秦的社稷之妻。多谢老伯。大王，没事。大王，你发烧了。大王有恶寒，舌边尖红，苔腻，脉象浮缓，身上有暗红的肿块，看来大王是被毒虫咬了。何种毒虫？应该是草原上特有的恙虫。我这就给大王开药，只要悉心调养几日，慢慢会好起来的。大王，咸阳来人急报，说齐国出兵攻打燕国，杀死了燕王哙，又将子之剁为肉酱，并与中山国相联手瓜分燕国，燕国大乱了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马上派人联络赵国、秦赵两国一起出兵，送孟宁和他儿子入燕。是。马上备驾，寡人即刻回宫。是。大王，你还病着呢。被小虫咬2口算什么？不疼不痒，还不如蚊蝇厉害。大王不可小觑那恙虫，若不及时诊治，后患无穷啊！你是寡人的太医令，跟寡人一同上路，寡人由你任意调理，可以高枕无忧了吧？大王，事急从权，寡人和司马错将军先走一步，这里的未尽之事就交给你了。大王，这样一来，是不是大公主孟莹很快就要走了？对，这也是她的机会。我在草原打搅义渠君多日，从今往后，望义渠和大秦成为真正的一家兄弟。既然是一家，你们秦王刚走几日，你就急着要走？即便是一家兄弟，也不可总住着不走啊！你把我义渠最好的勇士都拐走了，我做的尽是赔本买卖。你看，说着说着又生分了。姐姐，大王令我们率军直插燕国，与姐姐不同路，就此别过，请姐姐一路珍重。小冉放心，我把白起交给你了，你要好好待他。姐姐放心。白起，跟着魏冉哥哥，腥风血雨，要学会保护好自己。姐姐，你在咸阳等我。
大王，趁热喝了吧。太医令说，大王在草原被毒虫咬了，一直没有好好的调养诊治，老这么拖着，就给耽误了。太医若不常说些吓人的话，又怎能从寡人这儿拿到俸禄？拜见大王。芈月回来了。听说大王亲自将大公主送出咸阳百里之外，刚刚回宫。寡人并非多情善感之人，但是这次梦莹要走，心里突然有些忐忑，所以多送了些路程。大王的病一直未痊愈，该多注意身子。大王，把药喝了吧。怎么连你也来啰嗦寡人了？多谢大王。夫人，听说太医院又派人去承明殿了。唉，自从2年前大王去了那一曲草原，被毒虫咬了，这身子就一直没有调养过来。一到春秋换季，就犯咳疾。朝堂上好像又有人在议论立储的事情。论才华，论军功，公子当中无人能与华儿比肩。朝堂上和旧族里也有不少人看好他。所以说，一旦大王立太子，公子华定是不二人选。这么多年了，也该尘埃落定了。王后，拜见王后。甘大夫免礼，赐座。是。谢王后。这2年，荡儿在甘大夫的悉心调教下，学业大有长进，这都是甘大夫的功劳。王后过奖，公子天生是运筹帷幄的战将奇才，将来必定能够成就秦国的雄图霸业。论感恩，该是微臣拜谢王后。甘茂在外闯荡多年，无法在双亲面前尽孝。昨日收到家书，说留在楚国的老母亲多次得到楚国王宫里的照应。甘茂肝脑涂地，无以回报。甘大夫太见外了，快请起。我们都是楚国人，自己人关照自己人，那是应当的。前不久，大王还向我问起荡儿的功课，我说荡儿十分用心，在甘大夫和初离子的调教下，已经读过大夫仲2篇，离子10篇，楚兵法7篇，正要研读魏公子21篇。看大王的意思，像是要考一考荡儿。既然如此，我等该早做准备。大王一向重视公子，否则怎么会这么关心公子的功课？这看重是一回事，立储又是另一回事。大王不也一直看重公子华，也曾打算立他为储君吗？那时大王没有嫡子，先王后与魏夫人有关系特殊。那都是旧话了。眼下大王有了公子荡这个真正的嫡子，公子华怎么可能与公子荡相提并论呢？更何况微臣也向初离子提起过公子荡，初离子也曾在微臣面前狠狠地夸了公子一番，说公子龙居凤雏，天生王者。想来想去，这事还是要由初离子出面才好。尽管秦国有兄终弟及的旧例，但我看他对王位并没有觊觎之心。如今他既是左相，
又是大奉常，应当由他帮我去向大王陈情。王后，在臣心目中，公子是太子的不二人选。只要朝廷商议此事，微臣定会鼎力支持公子。那就有劳甘大夫了。大王，处理子来了。臣拜见大王。看你的神情，有何紧急军务？并无急事，业务军务。可你眉头紧蹙，难道是有什么其他心思？臣思量了几日，以为这要说的事情的确要紧。坐。大王，我们此时所处之地，乃周王旧时公社。因周幽王宠爱褒姒，乱了嫡庶，以至于太子平出奔申国，人心不服。犬戎攻破西京，平往东迁，将犬戎占据的旧都抛给了我秦国的先王。先人们浴血沙场，无数白骨，方才有了今日大秦之强盛。但纵观列国，许多盛极一时的强国，都是因为储位不稳而引起内乱，强国衰落，甚至灭亡。你说了这么多，到底想说什么？是为什么人游说吧？非也，我是左相，有身为宗伯，主管宗室事务，当为大王谏言。欲见何言？大王，王后有嫡子，大王却迟迟不立太子，这是为什么？你还记得商君吗？你还记得我因与商君意见相左，差点失去了太子之位吗？而祖父献公年幼时就被立为太子，又遇上了什么事？大王，我若不是早早被立为太子，就不会被身边的人推出来，作为商君变法之政的对头，逼得父王在储君和重臣之间做选择。若祖父献公不是早早被立为太子，也不至于被逼流亡异国，整整29年。臣弟惭愧。太子之位从来都是别人的靶子，大征之事，家国存亡就在寸缕举措之间，无论内外，搏杀残酷。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。太子之位太早确立，就等于在国中又立一主，容易让心怀意念者聚集到另一面旗帜之下。臣弟明白了。大王迟迟不立太子，就是不想让心怀意念者有机可乘。当儿是寡人嫡长子，天生勇武果敢。秦国历代选择储君，都以勇敢果决为首要。楚离子，你是否觉得他更合适？或许将来有一日，能为我大秦征战沙场，以武扬威。臣惶恐。大王英明，公子当好武，力大无比。若再过几年，如有机会随臣征战沙场，定能成就大王心愿。看来王后请你教导当儿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大王明察秋毫。那你如何看华儿呢？按说公子华是大王的长子，好学上进，又多有军功，是个可塑之才。只是他的生母和其魏国背景，恐怕对他有所拖累。华儿才华出众，在诸公子中颇具威望。寡人只想对自己的每个孩儿
都能做到公平。都说大王宠幸芈月，所以也难免爱屋及乌啊。姬儿率真可爱，冰雪聪明。寡人政务繁忙之余，逗弄小儿郎，削发舒心。臣弟以为，那公子季既然是幼子，不必肩负国家重任，大王格外溺爱些也无妨。想来，芈八子便是大王的解语花吧？芈月的确是解语花，但她也不仅仅是解语花。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是怕寡人专宠妇人而乱了朝纲吗？臣弟追随大王多年，岂有不知大王为人的？我们都走这儿。咱们想出来。嘿，把香烟拿过来，给我看看，快跑！公子，别跑，站住！公子站住！别跑！怎么办？再跑打死你们！站住！小心呐，公子！别跑！还要跑！小心点，公子！再跑打死你们！别跑！快点跑！别跑！弟，快跑！打死你们！弟，快跑！别跑！公子，慢点呀，公子！我看，看，弟，快点！你们快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一强凌弱，非君子！滚开！叫你跑，叫你跑！把香拿来！你是谁？竟敢对我无礼！我是谁？我是你哥哥，你欺负弟弟，我替父王管教管教你。公子没事吧？滚开！你敢打我？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欺负弟弟，就仗着身材比他们高，力气比他们大，遇到身材比你高、力气比你大的人，你只会说：“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你是谁呀？我是。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把你打趴下，叫你跪着向我求饶。好，这句话倒像个好汉。那我就等你长大，练好本事，来找我打架。公子，季，滚开！给我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公子，快跟上啊！公子。夫人，夫人知道公子要回来，早早就熬好了桃花粥，等着公子了。春吃鲜花，夏吃果，秋食野菌，冬喝汤。你在军中辛苦了，春天喝点桃花粥是最活血养颜的。母亲为孩儿太操心了。华儿，母亲听说刚才你在园子里打了公子当。哦，他以大欺小，应给他点教训。何必管那闲事儿？得罪了王后啊！啊，既然已经得罪了，就得罪了吧。反正芈月眼下才是大王面前的红人。母亲，华儿只是看着不公才出手的，并非想讨好任何人。华儿向来最懂事儿了。快，趁热喝了吧。哟，妹妹。魏夫人，公子华，
妹妹也逛园子呢。哎呦，真是凑巧了。昨日华儿还跟我提起你们公子季，说小小年纪正气凛然，令人刮目呢。魏夫人过奖了。公子华打抱不平，仗义直言，本该受芈月一拜。八字严重，说不上什么仗义直言，只是看不惯仗势欺人，以大欺小罢了。华儿自小就这样，所以在兄弟当中威望最高。继儿当以公子华为楷模。妹妹可算来了，我特地派人叫妹妹过来。姐姐，快过来。你看，这是太医院特制的桃花丸，我用了一阵子，还真不错。妹妹拿回去试试。谢谢姐姐，什么事情都想着我。你我连理同知，与他人自然不同。大儿和继儿手足亲情，更是其他兄弟不能比的。姐姐说的是。我听说前2日，大儿在园子里欺负了继儿，这哪像个做哥哥的样子？为此事，我已经责骂过他了。小孩子家不知轻重，等大儿长大了，懂事了就好了。我是怕妹妹因为此事与姐姐生分了，更怕继儿受人挑唆，与当儿从此疏离。不会，牙齿有时还免不了会咬到舌头呢。我就知道妹妹识得大体，顾得大局，他人再用手段也是枉费心机。对了，我打算把宫里的园子好好修整一番。好妹妹，你帮我筹划筹划，哪日我们一块儿把大王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大王整日忙于政务，臣妾想把这园子整治一下。平日里姐妹们可以寄情于山水，大王闲暇时也可以来这园子里散散心。难怪你今日一定要寡人来花园，原来你们都商量好了。是王后的提议，我只是帮着王后把大王请到花园里来。那王后打算如何做呢？臣妾已和众姐妹们商量过了，群策驱群力，倒真是有了些好主意。说来听听。臣妾想在那一边再开一个大一点的池塘，这个园子里有山有树有花，唯独缺的就是活水。山的那一边有一个湖，不妨开一个暗渠，把这活水引到大的池塘里，活水徘徊过大池塘，再返回湖泊。其实啊，这也是魏良人的心思。大王，前代贤君历来以山水之道治国，坎为水，艮为山，兑为泽，而这3个卦爻又都意味着卦德。有水滋润，万物则盛。大王的园子虽好，但缺水总是一件憾事。润万物者，莫润乎水；中万物使万物者，莫胜乎艮。臣妾只是想让大王的园子锦上添花。说得好，水见存，习坎；君子以常德行，习教事。安排人手，马上去做吧。是。大王，臣妾想把那大池塘就开在山那边的山丘下。好，过去看看。公子，大王和王后他们过来了，赶快准备吧。嗨，你们都听我的率领，各回自家的阵营。咦，我的那个小木球呢？快给我找木球去！木球在哪？公子，木球在这儿呢。公子，木球。
你们吃黑旗的为一方，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大声点儿！明白。当儿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吃红旗的为一方。这些日子，当儿在甘大夫和初离子的调教下，悉心学习军务，日日在这儿和这些小内侍们演练兵法。华儿和焕儿，他们在疆场杀敌，当儿他们在后花园练兵。好，我们大秦后继有人。恭喜大王！童儿，你和当儿年龄相仿，为何不跟当儿一起玩耍？当弟弟力大膀粗，娘亲说如果跟他玩，启禀大王，童儿自小体弱多病，臣妾是担心他出事会伤着筋骨。男儿应该多经风雨，多见世面，凡常是爱子心切，寡人理会。但是过于呵护，总是不妥。是，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记下了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今日众人恰好都在，王后不如让当儿带人演练一下，好让寡人同爱妃们高兴高兴。臣妾遵命。珍珠，是。公子，大王和王后要你开始演练。你们转过来。当儿，这是什么兵法？为了公平，当儿他们以木球来定夺开局方。木球由当儿从坡上扔下，滚到哪一方，哪一方就为攻方，而另一方为守方。这种玩法倒是有趣。这木球没有滚下山坡，这算什么？这什么都不算吧？这个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就重来一次吗？你胳膊最长的，给我把球掏出来。是。大王。公子够不到啊！废物！这点事儿你都做不到，给我滚开！哎，你过来！当儿身上戾气太重。你们都给我过来！用剑把它挖出来，快点！王后，要不让人再找个木球来，重新开始？小孩子的把戏嘛。你见过一场大战，兵马出阵，又退回来再重新开始吗？你们这帮蠢货，连个碰球都掏不出来！笨蛋，废物！废物！好，你是废物！笨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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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魏夫人，你为何忍俊不止？王后刚才不是说要在这山坡下面挖一个池塘吗？臣妾以为不用费这个事儿了。公子当在那儿多挖些时日，池塘不就挖妥了吗？笨蛋！笨蛋！你是废物！杀了你们！让一让！笨蛋！废物！让一让！让一让！当哥哥，当哥哥，我来帮你。走开！我不需要你帮。当儿，既然继儿有了主意，你暂且让开。蛋哥哥，木球。我不要！我不要！继儿，到父王这里来。
继而告诉父王，你这个用水取球的主意是谁教给你的？是继儿自己想的。继儿这小小年纪，要是没有人教他，他哪里想得出来这么好的主意啊？夫子言：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继儿想，木球比舟船轻得多，水可载舟船，定可载木球。触类旁通，举一反三，继而聪慧，是寡人的好孩儿。芈月，你这个当娘亲的，教孩儿教得很好。当儿真是太不争气了。王后也怪不得公子，当时那么多人在那儿，谁又想出主意来了？难道那个嬴稷真的天赋异能，引物绝人？王后，先喝口茶吧。今日之事，王后不必过于烦恼。那个嬴稷才6岁，只能算是他运气好，让他给碰上罢了。先不说那木球，当儿当众随意打人，已让大王很不欢喜。平日咱们公子性子好着呢，那也是一时气急。早知如此，又是何苦？与甘大夫筹划多日，全为他人做嫁衣裳。昨日继儿告诉我，他师傅教过他御鞭歌了。教继儿御鞭歌，你就想起鞭子了？给我吧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已经用不着它了。还是我自己收着吧。葵婆婆，葵婆婆，继儿肚子饿了，有糕吃吗？有，婆婆刚刚做了桂花芡实糕，婆婆去给你拿。娘亲，去哪儿淘气了？看你一头的汗，慢慢喝，不着急。我跟师傅去骑马了。父王曾说，我若学会骑马，以后就让我跟他一起去打猎。学得怎么样？师傅都夸奖我了呢。真的？好继儿，才6岁就学会骑马了，比娘亲能干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鞭子。比我骑马的鞭子要长许多。这是兵器，顶得上一把刀，一张弓，一支歌。继儿会唱御鞭歌，娘亲会吗？白马金佩银鞍御鞭，是娘亲的师傅教娘亲的吗？不是，是另外一个人教娘亲的。我听葵婆婆讲，娘亲用鞭子是天下第一，无人能比，连父王都要让你3分。葵婆婆言过其实了。娘亲教继儿用鞭子好不好？好啊，你看，鞭是一条绳，全靠缠得轻，使鞭时要收回如虫，放出如龙。甘大夫让你写一篇策论，有关蜀中治理的。这10几日过去了，你一字未写，整日与宫中那些有气力的内侍们比举石锁，耍刀枪，你是要气死你母后吗？上次甘大夫让孩儿谈霸业、论兵法，孩儿的功课都得到了甘大夫的夸赞。可那蜀中治理跟我有何干系？这篇策论还是让侧室们去写吧。眼下蜀中治理是你父王心中的一件大事，你要想让你父王看重你，就该有些见地。替父王出谋划策的事儿都让我做了，那些朝廷的谋士将相还做什么？你这话要让你父王听见了，你母后，孩儿累了，要回去睡会儿。王后不必太心急，公子年纪还小，
这些道理要让他慢慢的明白。大王迟迟不立太子，当儿又如此不听话。本来大王好意，让当儿跟着甘大夫与处离子学习军务和政务，结果当儿只知道耍刀弄枪，一点书都读不进去。可毕竟公子是大王的嫡子，处离子也说过，大王是有意将咱们公子当立为储君的。嫡子又如何？秦国历代也不都是嫡子继位，何况大王的念头时时会变，万一有人蛊惑大王，王后又头痛了，我去请太医。去把那女医治找来，或许她能有法子。是。八子，妹妹来了。王后，听说王后有疾，妹妹特来看望。也就是个老毛病，还劳烦妹妹来探望。去，把我屋里那盒子拿来。是。妹妹，过来。姐姐。这是当年王兄给我的一块独山玉。妹妹帮姐姐看看，这玉成色如何？独山玉素来以色泽多彩而闻名，三朝以来都是王室所爱。姐姐这块玉璧晶莹剔透，色作芙蓉，实是不可多见。既然妹妹也说成色不错，那姐姐就将这玉转赠给你。姐姐这块玉太好了，给妹妹就糟蹋了。姐姐知道，妹妹这些年跟在大王身边，见过的宝贝不计其数。但这玉也是姐姐的一片心意。人养玉3年，玉养人一生，还望妹妹不要嫌弃。那妹妹就收下了。姐姐，姐姐咳嗽得如此厉害，我听说姐姐头痛。头痛是天底下最治不好的病，若寻不到起因，就很难除根。妹妹猜疑，姐姐的头痛或许与那咳嗽有关。这是一小坛子牙蜜，产于五都山谷的峻峭悬崖上，人人都言它可治疗风湿关节痛，却不知它对咳嗽有奇效。姐姐不妨试试。难得妹妹如此体贴，姐姐领情了。还有一事，姐姐一直牵挂于心。芈月妹妹尽心尽力服侍大王这些年，可却一直在八子的位分上，真是太委屈你了。姐姐原本打算等景氏生产后，让你与景氏一起提位分，谁知那景氏的孩子却没保住，只好搁置了。姐姐一直也犹疑，大王有10几个公子公主，还有嫔妃若干，个个都不是好相与的。姐姐不用说了，妹妹不在意位分之事。既然让姐姐为难，那我们何必又要去自寻烦恼？只是妹妹，姐姐不必再提此事，妹妹领情了。八国和察国这几日派使者来到咸阳，说蜀国和楚国勾结，欲灭察国，再灭巴蜀，要我大秦派兵救援。可巧，这个张子却上奏章，希望出兵攻打韩国。公孙衍因为兵败函谷关，被魏王驱赶出魏国。他去到韩国，
却得到韩王的重用。张子前仇未报，所以才提出攻打韩国的吧？你说，寡人应该往何处用兵啊？大王不该问我，妇人不敢整。那就说点你们妇人能说的事。听说王后要给你提位分，你竟然一口回绝。姐姐贤淑，病着还在为芈月着想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宫中的位分吗？大王想要我在乎吗？来，捶这里。是。用力一点啊！智姑姑的手最为灵验，只要智姑姑一来，我的头疼定能好许多。王后是用心太过，若能试掉心头重负，头疼该会不治而愈。一会儿奴婢给你开一种内服外敷的药，或许暂且可减缓王后的痛楚。什么声音？这般烦人！万万不可招惹这疯子！为何？那是杀人疯，平日见了他躲还来不及，你竟然敢惹他！开窗请他出去便是了。是。这是在说笑吧？这么小小的一只疯子，如何杀人？奴婢怎敢在王后处打诳语？这种长在山谷里的杀人疯，原本是不多见的，宫里的人恐怕从来都没有听说过。但奴婢在楚国亲眼见过，被惹怒的杀人疯，无论人处，遇上便追杀，成群的杀人疯眨眼可杀死一头大水牛。难道被他蛰了？就无药可救。奴婢有个堂兄，就是招惹了杀人疯，被蛰后医治无效，过世的。大王到！大王，臣妾失礼。你自己病成这样，还要多礼？太医和女医治为王后诊过脉了吗？诊过了，大王。看来他们不够用心，要不，王后怎么不见好呢？大王不必责怪他们，是臣妾自己的身子不争气。女医治对臣妾有几句话，臣妾思忖良久，觉得或说中症结。寡人愿闻其详。试掉心头重负，病症自然不治而愈。王后心头有何重负？当儿勇猛有余，智谋不够，且从小娇惯，是臣妾没有把他教导好，辜负了大王的殷切期望。当儿年纪还小，心性未定，王后不要过于急迫。大王越是恢宏大度，臣妾越是诚惶诚恐。臣妾有一念头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但说无妨。臣妾与芈月是亲姐妹，嬴荡与嬴稷是亲兄弟。嬴荡好武，嬴稷喜文。若是让他们两兄弟经常在一起切磋，必定相互帮衬，互帮互长。王后心思缜密，依寡人看，这主张甚好。一文一武，一文一武，正是铸造社稷重器之正道。寡人明日下旨，选荡儿和介儿的先生进宫，商讨如何共同授业之事。
臣妾只是病榻之上偶尔一念，是否妥当，全凭大王拿主意。舒儿的主张没有不妥之处。王叔、甘大夫安好。安好。二位公子安好。公子当、公子季安好。哎，公子季，你手里捧的是什么呀？众臣为公函还是公署之事相持不下，父王令众人各上书表叙述。这么说，大王是要二位公子拿着他们的书表叙述去学习？正是。二位公子慢走。王叔、甘大夫继而告辞。好，走好啊。王后是想立公子当为大秦王储，可为何又提议让公子季一同拜师学道？楚离子是怕公子季天赋异禀，再有芈月助阵，把公子当比了下去。哼，你我调教公子当数年，让一个6、7岁的小儿比下去，总是丢人。楚离子不用多虑，这宫里人们要提起此事，就说公子季是公子当的小伴读。伴读？只有太子才有伴读。第一公子当太子之前也可以有伴读，这是不是伴读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们心中的继承事实。这计谋不像是王后的心术，倒像是出自甘大夫的手笔。哼，楚离子过誉了。你这次陪司马将军送书表，能在咸阳待上几日？司马将军可以多住几日。我明日就要启程，返回晋中。就这么点时间，你还来看我？小人想念姐姐嘛。还有，司马将军也特意嘱咐我，一定要来看望姐姐。司马错将军提议伐蜀，而张仪提议伐韩。你来见我，是希望我能在大王面前进言，帮司马错一把。什么事也瞒不过姐姐啊！你可知道，张仪也托我向大王进言，建议伐韩。那姐姐如何抉择？我谁也不帮，我只看大王自己的意思。你就没有别的事情要跟我说？咱们的小狼弟弟白起怎么样？他呀，他就是个半疯子，打起仗来不要命，而且他打仗的风格特别奇诡，从百夫长升到大都统，再到偏将，只要他出兵，仗仗皆胜。就连司马将军都说，带兵20多年，还头一次见到像他这么有天赋的将士。你有没有把孙武13篇交给他？交了，当然交了。不过我觉得他好用骑兵，不落窠臼，兵法在他手里多有新意，总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效果。他是个有出息的孩子，好好带他，不要过分拘着他。小人知道。见过夫人。这些都是蜂巢吗？是夫人。哦，宫里曾经也有人养蜂，但这样的蜂巢还真不多见。这些蜂巢都是宝贝，是大王命人千辛万苦从蜀地移来的。再好的疯子，也还是疯子嘛，为何就成了宝物啊？奴才听说王后久咳，引起了头痛病，后来吃了五都山的一小瓮牙蜜，病情立刻就好了许多。王后自此心里就总念着那牙蜜。大王得知，专门派人去了蜀地，费了不少功夫，
才将这蜂巢移回到宫里。好了，你去忙吧。是。还记得吗？那五都山的牙蜜，还是你托人带给我的。如今有了这些蜂巢，王后想要那牙蜜，就唾手可得了。大王对王后还真是体贴啊。我若是告诉你，这些蜂巢是我请求大王派人去蜀地弄来的，你可相信？姐姐为何要为王后煞费苦心啊？这2年，看着继儿渐渐长大，我总会想起在楚国的那些日子，想起楚国的人和事。那时候我跟他……姐姐提起的那个人，是楚国的公主，不是秦国的王后。如今，王后已经与你有了隔膜吧？我可是听到了一些从她宫里传出来的难听话。宫里人背后传话，不可都信。何况眼下，王后对我和继儿真的很好。她还提议大王，让继儿和公子荡一起拜师学道，还常常在大王面前进言，说继儿天赋过人。那是妖买人心，你就不能往好处想？这已经是最好了。你不知道，外面都在说继儿在给淫荡做伴读。伴读就伴读，有什么不好的？我不喜欢。哎呀，好了，小冉千里迢迢赶回来，也不是为了招惹姐姐生气的。太阳都偏西了，我也该出宫了。走吧，姐姐送送你。朝中为伐韩还是攻蜀，已废议多日。今日寡人想听听诸位高见。众爱卿当各抒己见，畅所欲言。攻韩不易，伐蜀也不易，这事啊要从长计议才好。是啊。大王，臣以为秦国若要长治久安、称霸中原，必须伐韩。掌相察军好的，这攻韩逆秦可取之处。是啊，我们没有什么大的意见。他们若意见相左，这就难办了。当日公孙衍5国联兵，就是自是奉了周天子之诏。臣以为若要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，打下韩国，控制周天子当为首选。继续说。臣以为，我当与魏、楚、鲜为结盟，让魏王发兵三川，再让楚国兵临南郑，我秦军去攻打新城、宜阳，兵临洛邑城下，逼周天子献出九鼎和玉玺，秦国方能挟天子以令天下，天下莫敢不从，遂成就帝王之大业。大王，大王，张子的主张听起来头头是道，但实施起来难上加难。如今大王获取天下疆土，当先易而后难。巴蜀眼下有桀纣之乱，若以大秦之兵力去攻打，如豺狼，如群羊，取其地足以广阔国土，得其财足以富民养兵。我大秦借道八国，并吞巴蜀，而天下不以为报，历尽西域而不会引起诸侯反对，是以一举而名实两副，而又有尽暴政乱之名。臣不以为然。想那巴蜀乃西僻之小国，就算是秦国能借道八国攻蜀，别忘了八国入蜀之道艰难崎岖。我大秦为攻打巴蜀兴师动众，却与大秦的霸业无关。劳其众而不足以成名，得其地而不足以为利。臣闻争名者于朝，争利者于世，而今三川周氏乃天下之世朝，大王不争于死，反去争巴蜀，离王业远矣。大王，若我大秦攻韩挟天子，
必遭诸侯同仇敌忾，迫使他们再度联手对付秦国。周氏可将九鼎赐予楚国，韩国也可忍痛割地于魏国。诸魏两国得利后，随时会与秦国分道扬镳。若他们再度联手齐赵之兵围攻秦国，我大秦必将陷入危险之地。司马将军危言耸听了吧？张国相私心祸国。我有何私心呢？眼下公孙衍就在韩国，张子与他不共戴天，只怕张子是想借伐韩讨伐公孙衍吧？你说我公报私仇？张子敢指天发誓，说伐韩与那公孙衍无关。好了，今日到此为止。你们二人各自再上奏章，详述意见。太史令，在。将他二人今日之言，再抄录一份，交与寡人。是。当儿和继儿，此刻是否还在成名殿读书？回大王，先生这2日让他们帮着司农处核对土地和户籍。继儿，父王。你王兄呢？哎，公子，慢点，公子，公子，快点！拜见大王，拜见父王。你这是到哪里去了？当儿肚子不舒服，如厕去了。这是你的功课吗？这么一点小事都做得如此潦草，将来如何担当大任？儿臣该死！土地丈量、户籍登记，乃是国之命脉根本，你怎敢轻忽至此？你是寡人的儿子，不但要有无敌之勇力，更要有治国之本事。你看看继儿，他是你弟弟，年纪比你小，做事却用心竭力，一丝不苟。涂涂画画，打不得天下。先生每次让儿臣论兵法、论布阵，儿臣都是条理分明。论兵法振振有词，论政务笨嘴拙舌，习武厌文，你顶多只能做一介武夫罢了，如何担当大任？孩儿以为天下都要先打下来，才能谈及治理。你以为天下是野牛闯阵打下来的？打天下是要靠心思，而不是蛮力。是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这就去把先生的功课完成。记住，这不是先生的功课，是你自己的功课。是。起来吧。谢父王。身为嫡公子，应该为其他兄弟的表率。寡人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恨不得1日当2日用，哪像你这样。好了，先生给你们的功课，以后再说吧。今日父王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功课，是攻城略地的事情。是。朝廷重臣为伐韩还是攻蜀，已费议了多日。
你们都看过张国相和司马将军的书表叙述，各自回去好好想想他们的长短利弊。3日后，与父王讲述你们的主张。是。